太阳带着我们在宇宙里狂奔，而且时速超过了600公里每秒。这么快的速度，为啥我们一丁点感觉都没有？答案就藏在倒霉少年牛顿发现的惯性里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运动的物体在没有外力干扰时会一直保持运动。你和地球、空气、山川、海洋一起以同样的速度和节奏旋转，就像在匀速行驶的高铁上喝奶茶。只要车不加速、不刹车，奶茶就不会洒出来。这种大家一起动的状态叫匀速运动，而且我们的感官也跟不上宇宙的尺度。耳朵里负责感知平衡的前庭系统是为了适应走路、跑步进化的，对行星级别的匀速旋转完全免疫，它只对加速有反应。就像你能感觉到汽车启动，却感觉不到巡航时的速度。不过科学家想了一个办法，让你看见地球的旋转。博物馆里的复刻摆就是个神奇的存在，它自顾自地来回摆动，可地面在慢慢转动。几小时后你会发现它的摆动方向悄悄转了个角度，这就是地球自转最直观的证据。更关键的是，地球的旋转可不是没用的小动作，它定义了昼夜，让磁场稳定存在，帮我们挡住致命的太阳辐射。如果没有自转，地球一面会被烤成火海，一面会冻成冰窖，根本不可能有生命。而且 NASA 发现地球自转还在慢慢变慢，每过1个世纪，一天就会变长 1.7 毫秒，只不过这个速度太慢，我们根本察觉不到。既然万物都在转，那最初的旋转动力是从哪儿来的？这个问题可不是哲学思辨，而是物理学的核心谜题。想要找到答案，我们就得回到宇宙诞生的瞬间，大爆炸后的10的负43次方秒，也就是普朗克时期。这时的宇宙小到比原子还小，我们现有的物理定律都没法完全解释它。但有个线索很关键，宇宙可能一出生就带着旋转。科学家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时发现，这层微弱的辐射里藏着微小的温度波动，还有一种奇怪的大尺度扭曲，被戏称为邪恶轴。这可能意味着宇宙在最大尺度上有一个偏好的旋转方向。真正的关键可能是量子涨落，就像平静的湖面总会有微小的涟漪，即使是真空，能量也会随机波动。大爆炸后，宇宙经历了一场暴涨，以超光速扩张，这些微小的量子涟漪被瞬间放大，变成了旋转的种子。而且旋转的能量不会凭空消失，这就是角动量守恒。就像滑冰选手缩起胳膊会转得更快，宇宙诞生时的微小旋转会被一代代传递下去。恒星从气体云坍缩形成时会越转越快，行星继承了恒星的角动量继续旋转。就连我们的银河系每 2.3 亿年就会旋转一圈，这个节奏已经保持了几十亿年。哈勃望远镜观测到130亿光年外的原始星系，它们才形成3亿年就已经出现了旋转的痕迹。更神奇的是，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、电子、质子、中子本身就带着内禀自旋，这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转动，而是一种天生的属性，就像它们天生就带着旋转的基因。所以答案可能很简单，宇宙不是学会了旋转，而是天生就在旋转。旋转不是后来加上去的，而是宇宙存在的蓝图之一。那么如果地球突然停止旋转，会发生什么？白天和黑夜会消失，一面永远是烈日，一面永远是寒冬，磁场会减弱，太阳辐射会直接轰击地表，大气会涌向两极，赤道变成真空。简单说，生命会瞬间消失。旋转不仅是地球的生命线，更是生命存在的前提。首先，自转带来了昼夜交替，让地表温度均匀分布，形成了稳定的气候。没有这个节奏，就不会有风洋流，也不会有适宜生命生存的环境。其次，地球的磁场全靠自转驱动，地核里的液态铁随着地球旋转不断搅动，形成了强大的磁场，就像一个巨大的盾牌，挡住了太阳风的侵袭。火星就是前车之鉴，它的核心冷却后停止了剧烈运动，磁场消失，大气层被太阳风慢慢刮走，最终变成了干燥的沙漠。更妙的是，旋转还塑造了生命的节奏，我们身体里的生物钟本质上就是跟着地球24小时自转校准的。植物的开花，动物的迁徙，人类的作息，甚至细胞的分裂，都被这个旋转节奏牢牢控制。放眼太阳系，旋转的魔力无处不在。木星每9小时56分钟就自转一圈，是太阳系自转最快的行星。它的高速旋转催生了巨大的风暴，比如持续了几百年的大红斑。而金星自转极慢，还倒着转，结果没有磁场，温室效应失控，表面温度高达460摄氏度，成了太阳系里最热的行星。就连遥远的系外行星，科学家也发现，那些有稳定旋转的行星，大气更稳定，温度分布更均匀，存在液态水的可能性也更高。可以说，旋转是行星宜居的核心指标之一，旋转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，它不仅能带动物质，还能扭曲时间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指出，质量和运动都会弯曲时空。旋转的物体就像在搅动时空的蜂蜜，会把周围的时空一起拖着转，这个现象叫参考系拖转。NASA 的引力探测器 B 实验验证了这一点，他们用4个超精密的陀螺仪在400公里高空绕地球飞行，结果发现地球的旋转让时空扭曲了 0.000011度，和爱因斯坦的计算完美吻合。
虽然这个角度极小，但却证明了即使是地球这样温柔的旋转也能影响时间的流逝。如果旋转速度足够快，时间扭曲会更明显。比如中子星，它的质量比太阳还大，体积却只有城市大小，自转速度能达到每秒700圈，在它附近时间会变慢，光线都会被扭曲。而旋转的克尔黑洞周围，时空会被拧成漩涡，在能层区域，任何东西都必须跟着黑洞旋转，连光都逃不掉。这种时间扭曲并不是科幻故事，而是真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。GPS 卫星绕地球飞行时，速度快，引力弱，时间会比地面快38微秒每天。如果不修正这个误差，导航会每天偏差好几公里。我们每天用的地图软件其实都在悄悄修正旋转带来的时间扭曲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既然旋转无处不在，那我们和这些旋转有什么关系？答案那是相当震撼。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在带着138亿年前宇宙诞生时的旋转能量。电子绕着原子核转，质子和中子在原子核内自旋，这些旋转的能量和星系的旋转、黑洞的旋转本质上都来自同一个源头，宇宙诞生时的角动量。更神奇的是，生命本身也带着旋转的印记。你的 DNA 是右旋螺旋，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都是左旋的，这种偏爱叫手性。就像我们大多习惯用右手，生命也天生有旋转的方向偏好。科学家在陨石里发现，氨基酸也以左旋为主，这说明在地球诞生前，宇宙里就已经有了这种旋转偏好。可能是恒星的偏振光筛选出了左旋氨基酸，也可能是宇宙早期的旋转留下的痕迹。从星系的旋转到 DNA 的螺旋，旋转的节奏贯穿了从宇宙到生命的每一个尺度。而我们的意识或许就是宇宙感知自身旋转的一种方式。你思考时的脑电波、心跳的节奏、呼吸的频率，本质上都是运动的一种形式，是宇宙旋转能量的延续。就像卡尔萨根说的，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，是宇宙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。现在再低头看看自己的手，感受一下脚下的大地，你不是静止的，而是在以每秒几百公里的速度在宇宙中冲浪。宇宙的旋转不会消失，它会不断传递、转化，从星系到恒星，从行星到生命，从原子到意识。我们感觉不到它，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旋转的一部分，就像鱼感觉不到水的流动。现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感受到了脚下这颗旋转的星球，还有你身体里那些来自宇宙诞生之初的旋转能量了吗？